新架一路白猿献果，接上式指当锤，身法下沉，微向左转，沉肩坠肘，右拳顺缠放松下落。好，当走后弧，大螺旋，重心合至右腿，小肚立圆，两手螺旋拧缠，坐胯下沉摆左脚，移动重心，冲拳领膝，向前相合，外捧定式，合住左腿，两手由拳变掌，顺势打开，落脚合手，当走后弧，两手合于身前中线，向右转腰，推掌根部外捧。好，换方向。指当锤变白猿献果，身法下沉，微合左胯，肩沉下落，坠肘螺旋，变大螺旋合右腿，小肚立圆，身法右转，拧转下合，坐胯摆脚，上步领膝，冲拳相合，右拳向前向上领，左腿合住，身法重心，两手由拳变掌，顺势开右步，双手顺势合于中线，走大螺旋，欲右先左，以腰带动，根部推掌外捧，两手合于膝盖上方两侧，身法朝向于右斜前方。好，这堂课呢，跟大家去讲解白猿献果。白猿献果呢，和咱们老架一路基本上相同，但是它加入了一个小肚的一个立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立圆的过程当中，小肚和两手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还记得在之前在讲解小肚立圆的过程中呢，跟大家讲到过，要先利用当胯的左右开合，形成小肚的左转右转。那么小肚想要立圆，需要由左向右，在白猿献果的动作当中，那么我们需要先合左胯，小肚上领，再合右胯，放松下合。那这个过程中呢，它的动作相互配合是在这里的一个阶段。首先当我们指当锤打出来以后，左胯向下产生松合的过程当中，顺势带动右臂，形成落肩坠肘。这里有一个易错点，很多同学呢喜欢直接画一个大圆，随后再拧转夹肩，扣背相合。那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力包括你的动作是从胸椎驼背来形成的一个外形变化。所以这里呢，需要我们注意的重点就是别把力量走在胸上，还是在依靠自己的腰腹走立圆形成的一个动作变化。那么这里呢，看好啊，动作一的小细节呢，左胯微合，小螺旋逢转下沉，对不对？好，当我们走大螺旋的过程当中，正好要带动自己的右手，左手还是合在腰间不动，带动右手向右移动的过程当中，重心到位了，顺势将小腹向上领收，随后合右胯，再向下放，形成一个由左先松合左胯，向上向右向下的一个立圆组合。那么这里有一个节点，就是我们在移重心的时候，左胯松合，先不要着急在移重心的时候把肚子往上去领，而是先让重心到位，随后力从地起，过渡到腰胯的时候，再向右去领立圆螺旋。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好是松沉和相合互不干扰的一个螺旋的动作运化。所以这里的细节呢，就是要大家记住，第一个松沉，先将右肩右肘落下来，走大螺旋，体现出欲右先左，随后小肚的一个立圆，直接带动手臂产生相合就行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这种肩背的含裹的动作，对不对？不要把它觉得太难，因为在含裹的过程当中呢，咱说过，手跟小肚在螺旋配合当中，它有远近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的右手现在离小肚是啥？是一个中远距离，对不对？所以小肚的转动还是像我们之前说懒扎衣那种感觉一样，往左合你就先往下沉，往上领就先往左，往下放就往上提，往下回正，右手再慢慢跟着回来。那你的左手就是咱的肚子，怎么领手就怎么去领就可以了。所以咱的左手呢会以拳峰为顶点，以拳峰为顶点的过程当中，围绕着肚子的力源去转动一个螺旋，让这两个动作一到位以后，拧转螺旋相合。你看，一个长一个短，一个远一个近，那远的就要慢上半拍，近的就要和小肚子螺旋的速度相同。所以到这儿你的果核还是通过什么产生出来的？还是通过咱的腰腹的力源螺旋产生出来的一个变化和配合。所以大家在这里呢，千万不要形成习惯，因为有的同学看到，现在有的老师教学的过程中，他会把胸背往里刻意的一裹，然后再一夹，这种动作就成啥了？利用你的胸口，含胸驼背，来让两手去产生一个变化，那这个劲儿就相当于说已经没有中盘的一个螺旋带动了，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地方。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走呢，它的第三个变化是到螺旋下落的时候，注意看，小肚转下来以后，它并没有停下来，它要随着继续向左的螺旋怎么办？坐胯摆脚，催动你的左脚脚尖，然后再去移动重心，领膝相合。那这个地方呢，就需要我们去把控小肚力源和坐胯摆脚的节点。怎么去把控？你看，当我们小肚力源到右侧以后，它向下去画下沉左螺旋弧线，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小肚下沉的时候呢，正好去配合我们的两胯，形成当胯的上下折叠的坐胯，然后再随着小肚的左螺旋，左螺旋再催动自己的左脚脚尖向外去摆动，随后移动重心，合胯扣脚，再点脚收步，领膝上提。这个过程里面是一趟小肚力源做出来的，对不对？你看，从这儿，左胯相合，放松沉肩坠肘，然后走大螺旋到位，再走小螺旋，两肩和两肘相合，再一个坐胯摆脚产生螺旋，是不是小肚转了一个完整的一圈，带动身体产生变化？所以大家把这个地方要记清楚，它不是到这儿以后把劲儿断了，然后再直接走个横圆去进行摆脚提膝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螺旋，它既管住了胸背，又管住了脚下的摆脚方向。那么再往后呢，你看我们形成了一个什么上步领膝冲拳的动作。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白圆线果的这个动作呢，当我们收步提膝的身法在运化的过程中，你是一个向前同时还向上的身法。那大家可能到这儿说，老师，为什么我的右拳要往前往上，而不是直接往上做勾拳？首先，第一，以身领手是我们在任何的套路当中都要遵循的，是不是？除了二路里面。那么我们在起身的过程当中，咱都说过，想要站得稳，一定要保持屈膝当胯的后坐，让两手在前冲，或者是说在向前出拳的时候，和当胯形成一个向后的对称。所以我们如果直直的往上去走勾拳，那证明我们办了一件什么错事儿？往上起身拔根了，对不对？那你要是想又能站得稳，又能定得非常好，你像咱们领练的时候，口令的一个演示，是不是站得都非常稳？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咱们在上领的过程当中，当胯不仅没有往前顶宽，而且还在向后去做。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腰腹的上下折叠形成了与右拳的一个对称，然后团身领膝，膝盖顶起来以后产生一个相合，然后右拳在冲拳的时候又和你的当胯形成了一个前后对称。但是这里要注意不要去撅屁股
啊。那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关于大家摆脚方向的问题，我是摆到咱的转身正前方，还是说摆在斜前方的角度？大家不是挺好奇这个的吗？其实没有关系啊，因为白圆线果到这儿它并没有结束，你在正前方也可以，但是你的身法要朝向于斜前方45度。为什么？咱们不管是在直播当中讲过，还是在这个老架里面都讲过，你要想让你的香合团身有劲力，你这样敞开，当胯是不是敞开了？你还有当劲儿没有了？还有那个合劲儿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必须保持太极拳一直说的那个角度45。所以呢，脚尖朝正前方，45度提膝相合。如果脚尖朝向于45度的方向，那么你就能够到正右方提膝相合。这个地方不做刻意的这个强度要求，只要你能摆上去，并且能做一个当胯的有合劲儿的方向，都没问题。那么这里呢，结束了以后，我们想要站稳，腿上的合劲要保持住，当胯的折叠和手的对撑要保持住。随后我们再看两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呢，把分解的动作做成了什么样子呢？做成一种开步两手外蓬，然后非要向左拧转螺旋相合，在根部，再跟左脚放松下沉，两手按掌相合。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白圆线果名字后边，在不管是新架里面还是老架里面，它并不去提这个六风四臂的事儿，但是我们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小六风四臂，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这儿跟大家去讲解一下，白圆线果从这儿一直到这个位置都叫白圆线果，六风四臂是后期我们又加上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去把攻防含义跟大家联想一下，当你冲拳顶膝，形成了一个有效击打以后，是不是落脚的时候手要顺势形成相合，一个腰当的右转螺旋，把劲儿螺旋推带出去，是不是动作衔接紧密，然后劲力节节贯通，不会产生断劲儿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冲上去以后，两手一放松，你再往回转个身，然后再根部推掌，那人是不是就跑掉了啊？你就没有造成连续的有效击打。所以说这里呢，通过攻防含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它并不是一个什么，让我们到这儿以后为了摆造型，做一个非常大的造型，然后再把这个身法再做过来，是不是？它要的是动作和劲力的连贯。那么我们怎么去找这个节点呢？非常简单，领膝上提，下沉，就像我们练撇身拳一样，下沉即合手，把身子潜下来的时候，身法一落，左胯一松，顺势就将两手合下来，直接蓄好力向外推捧。那么弄好以后，大家也发现了一个细节，我们在向外推捧的时候，它跟六风四臂是不一样的，它的手是向前横推掌。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一想，如果说你的顶膝冲拳有效的打在了对方的下巴上，那么人会怎么样？他是不是会往后去仰？那当他仰身的过程当中，重心是不是靠后？我们顺势再一接螺旋前捧，朝胸口上再去施加压力，人是不是就躺过去了？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产生一个下压相合，又把它做成六风四臂的动作了。你想想，新架一路和老架一路，哪一个套路里面不是好多六风四臂单边？所以在白圆线果这个地方，他们已经不需要再给你刻意的再加那么多六风四臂了。他为了让你体现出来，白圆线果一领膝好，冲拳领膝打上去之后，一松一沉，根部即出手，要的是这种感觉。所以大家需要把这个细节再去把握。那推的方向，咱们都知道，两手的劲是由腰和螺旋去主宰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同学们能不能这样一抱头，直接就把手往前一伸？不行，所以还是要关注大小螺旋。当我们领上去以后，你看松沉一下落，在你下落的过程中，左胯一定是会产生相合的呀，所以别着急。进肩肘，看到没有？进肩肘，随后螺旋顺势推掌外捧，把腰的左右旋转的劲路一样要加在你的双手上，
千万不能把这手上和腰上的关系丢掉。哎，这是我们白猿献果变化这种小六风四臂的感觉。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六风四臂它不是一个在这个地方当中体现的动作。几个重点：小度立圆要找到它的节奏点，包括冲拳领膝、下沉相合要找到手与身法的相合点，最后又要体现出来大螺旋和小螺旋的交替变化。必须要把劲路在基本的动作基础班当中啊，必须要把基础的动作给它演绎出来。虽然说人讲高级班才讲动作，但是咱的基础班已经要求大家学会通过大小螺旋去体现一部分的劲力了，所以要求可能会高一些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动作当中找到一个更好的练习方式。